新华社微博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适。他身上这种亦正亦邪的这种特质，还有他的这种纯粹，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冷酷的，但是我对于这个角色他更往里去挖的这种理解，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天真的、比较孩童心智的这么一个年轻标人，他的目标感很强。正是因为他这种目标感，然后导致他对于身边的这一切都是一种不在乎的状态，显得很冷酷。他以这么一个人物的初始性格在影片中出现，那么他就一定会有一个人物的成长和弧光。这样的角色，他一定会变得更立体，然后整个人物会更饱满，这是比较吸引我的。比较重要的一点肯定是，他的武器，就是在影片中，树的武器是柱国之刃，这把刀呢，它是一个非常长版的双手唐横刀这种感觉，所以它和我过去进行动作训练使用的一些兵器在使用的方法上会有一些不同。你所有的这种动作方式，包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和以往熟悉的那种距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要适应一种全新的动作模式，这个是要提前去训练的。因为对于动作演员来说，其实你用的每一种兵器放在你这个角色身上，怎么能让他出彩？那么一定是找到他的特质。你如果用一把刀和所有人用刀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么你就很难把这个角色他身上的特质给突出出来。所以主要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其实一直都在摸索，还有寻找树的这种动作风格，就是比较相对来说就是快准狠，它并没有特别花哨或者是说一些多余的动作其实都是比较直接的，用最快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敌人，对这种感觉。这确实是要重新去寻找这种动作方式，但对我来说，我还是觉得非常兴奋我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难事，我从中是非常享受的因为整个戏下来，你肯定是又掌握了一个新的动作的领域的一种风格。因为我觉得每一天，不管在拍摄还是提前的训练，你都要利用这个空隙的时间，把这个刀随时拿在身上，有时间你就耍两下。我觉得要利用好一些碎片的时间去练习它，学会和自己的兵器成为朋友。首先，我是觉得演员去不管接触什么样的角色你不可能说是跟你本人很像的，都会有一些偏差。那么所有你去靠近角色的这个点，其实你都是要找到一个角色的他的生命需求，包括人物目标。这个是在你入手一个角色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门功课你把这个通篇看完之后，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到底是什么，其实并不需要特别复杂，你只需要知道他到底想要干嘛，他想成为谁，他想去做什么。其实对于树来说，他就是想要成为天下第一的标人，他的目标感是非常明确且强烈的这种成为第一标人这种需求。所以你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能找到一个原因找到一个根基去做它。那么你切换到演员本身来说的话，或者切换到我们每个人来说的话，就是你能否和这个角色产生一些共鸣感我觉得就要找到他的这个目标。可能在过去我们看见了很多的武侠，包括侠客，所谓的英雄，他们更多是这种想要通过自身的力量改变这个世界。那么其实在标人这部影片中的这些标人，他们更像一个小人物。比如说我就拿刀马和树这两个人物，他们并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们想要比如说服务于更多人的前提是你首先要变成一个很棒的自己他们都是在想成为一个很棒的自己。因为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先把自己做好了，那么可能这个世界不需要拯救了。这是和之前的一些武侠片在出发点上不太一样。我就拿我自己的角色来说，树的整个这个成长的这个轨迹，包括他的弧光，就是他从一个无情的人变得有人情味儿。但他无论怎么样，他们都是在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对于树来说，他就是他的成长，就是他放下了很多包袱。这个包袱呢，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有些时候会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反而却错过了修炼自己内心的一些机会。其实太过于追求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忘了怎么去做自己，你其实都是在活给别人看。
我是希望观众能够在树的身上感受到这个繁忙吧。因为2025年我确实是，我几乎没有休息，一天都没有休息，哪怕没有出现在大家的面前的时候，我也是在工作，可能在做音乐，但是我觉得人在趁着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努力拼搏，所以繁忙不是一件坏事，就是希望能够一切顺利吧，其他的东西都顺其自然，不要遇见太多烦心事儿，我觉得这个就 OK 了。